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哦，你们要拍照片啊？那马爷坐那儿去。我坐哪儿去？你那儿高，您坐着更舒服。聊天就应该做这种。现在人的聊天状态是中间有一手机，大家一起看围观。对，我其实就最近有点，就是我从三亚回来，时间有点乱，就是事儿又多，回来就出好几个差。你反正得劳逸结合，劳逸结合。现在也没有什么，就是所做的事情多一件少一件，既改变不了你的影响力，也改变不了你的影响力。是我觉得这社会我改变不了它。是啊，对，就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开始放弃。但是和有趣的人在一块聊天。我小时候，对，我老婆天天说，我说，就是说，活得不愉快。我说那不是，说我老忧国忧民。我说主要是我这个。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对，就是你比如我有一阵老胃疼，就看没毛病，什么毛病没有。医生就说你是紧张，我说我不紧张。他说你有压力，我说我没压力。那医生突然问我一句，说你有责任心吗？我说有。他说责任心就是压力。哦，那我说那你让我们放弃责任心这事儿肯定放弃不了了。今天有一个人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明明有能力却不关心和解决巴以问题，说我这责任哪儿去了？我天哪！我认为我是认为这次的这个科技革命，就是信息加智能的这次革命呢，改变人类文明走向，使所有的社会都开始失控，就是它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在不适应。我现在最面临祸害我的就是模拟我的声音在那儿胡说八道。对，是给你把声音盖了。模拟声音，我说的内容有问题，但是我的讲课视频，我的声音，说他的话，你说多可怕呀！这玩意儿要有政治责任，谁的责任啊？那当然追到最后肯定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很麻烦。我现在遇到这种事儿，后来我就委托他们，我说谁能给我打官司？当时给我打官司，打不赢。真的啊，已经罚了，用 AI 伪造声音，现在已经罚了他们20多万了。不是20多万，200多万。这不是之前有一个那个李玟，就是去世的那个歌手，也有人模仿他，现在也被人告了嘛，也被家属告了。他有伦理问题，有这个情感问题，对吧？打官司是很吃亏的，就是特累。反正我不去打他们打，我跟他们讲，挣的钱都归你们，我不要。那也行。找专业的，要不然估计还真能罚他。累心，我现在可想不开呢，所以人家找我都不去，给多少钱不去。您这喝什么？喝的胖大海，我嗓子疼。因为我是刚当老师的，全有咽炎啊，鼻炎、咽炎。你这橘子包的够艺术的啊！我没见过这么包的。这包的好吧？我不用，谢谢。你先吃，我再来一个。现在这环境是按照你的这个喜好重新布置的，主客观结合吧，你并不能完全实现你的想法。来吧，走吧。我再把这儿擦一下，行 ，OK。包里，这是我带来的那个吗？枇杷。可惜做节目你们不能吃，待会儿吃吧。就那个太湖旁边的那个朋友刚从太湖寄过来的，枇杷清肺的，摆的像那木樨那画儿。对，木樨的那个六柿，不，但是木樨那是柿子，对。
好了啊，马爷，咱们这个我把你喜欢的人都找来了吧？梅锦老师，我把你喜欢的都找来了。对，咱们这个圆桌啊就有这个好处。哎呀，这个一碰到一块儿啊，真是大家高高兴兴，感觉是一辈子没见了似的。是，很久没见，没有一辈子。就我上次学唱那歌，我现在会唱一句了。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却依然在我心间。哎，我觉得咱们这个嘉宾就有这个好处，虽然咱们不经常见呢，网上常见。对，不定一会儿他闹一新闻，您闹一新闻，您闹一新闻，我发现你们都是惹是生非的。推送，都是推送，对。哎，所以呢，这最近我看李老师该给我们讲讲孩子的教育了，势在必行了，是吧？太迫切了。前一阵咱们知道这个。邯郸3月份，2024年3月10号，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3月11号，涉案的张某某、李某、马某某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全部抓获。3月21号，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3人作案时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对，这样。但是不会判死刑是吧？未成年一般还是不会判死刑。所以这次我不是在我的那个头条号里头就提出来，我说要让他们的父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在过去没有过的，因为在法律上，它首先是否定就是它叫连带吧，就是你不能连带家人或什么的。然后过去有那种就是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刑事。比如说杀人啊、强奸，他可以由被害方提出附带民事赔偿，但是呢，那个附带呢是针对成年犯罪人，那未成年人他自己没钱，所以呢，你让他赔什么？所以这次我就提出来让父母来赔偿，所以当时呢，有些从事法律的人还说我不懂法，后来我说法是人制定的，你真正考虑的是一种公平，而不光是一个法律的条文。好像我那天看见一个美国有一个校园枪杀案，那个人他都不小了，都18、17还是18了，结果最后就是他父母也判刑。我们先说最简单的问题啊，简单的这个文化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很简单，很朴素，对吧？对。那么后来法律出现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年龄界限，界限呢完全法律责任人是18岁成年以后，那么16岁、14岁都是有界的。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现在的16岁的孩子或者未满16岁的孩子，从智力到体力已经优于，不要说久远的事儿，优于我们这代人的体能和智能。就是他16岁甚至15岁就超越了我们当年的18岁。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教育家长、教育社会。所有的教育它都有一个反作用力、反噬。如果你今天说16岁的人是完全可以免除这个重的刑罚，比如死刑，它会出现负面教育。这2天网上就我看见的哈，一个孩子15岁多跟另外一个摊贩冲突，说我杀了你，我也不会偿命，这就是反向教育，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其实很小的冲突。那这个事情就很可怕了，至少你的教育要告知这些适龄的，咱也别说多大岁数，现在有14岁的孩子长得快2米了，对不对？那个体能你弄不动他，就是说他不成熟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事对他是有利的。对，这义军现在拍这个教育孩子的纪录片，我看你也是半个专家了。没有，就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就比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您这一辈儿小时候的体能、智力各方面，他们知道的多呢？因为这一辈儿人已经不是完全，甚至很少部分才是父母那儿去获得的教育和这个知识也好，这个信息也好，都是互联网。
你比如说就是邯郸这个事儿哈，我当时我就想说，哎呀，这事儿那么残忍，比如我跟我的孩子怎么说，我很犹豫，我这事儿要不要跟他们说，又觉得很重要，又不敢说这事儿。我女儿说早就知道了，同学们都说了，对，同学们网上他也看得到啊，他是同学们之间早就说这个事儿了，就是他不是从家庭仅从家庭和学校知道的事儿了。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有一种，您可能知道这种，我不知道叫冲动还叫欲望，叫什么？他作为一个人，他那种欲望、冲动，所有的这些好的、暗的、黑的东西也都有了。就这东西，他能不能在小的时候有一种正确的释放出来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我看，比如说我上次去那个新西兰有一个学校特别逗，他们小的时候主要让大家玩，而且是怎么玩呢？在这个课间啊。他们课间时间特别长，45分钟，随便打闹随便玩，就一条说不能，他就有点在开玩笑，不能杀人，说不能把别人给杀了，除了这个以外你随便玩。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当你给他说随便，我发现孩子们相互之间挺知道分寸的。比如说他玩一个这个荡秋千，那有大的有小的孩子，有荡特别高，而且他不限年龄，你随便荡，没有大人看着，只要有一个孩子说我害怕了，所有人马上停。我说是有人教你们吗？有人就是教你们要遵守这些东西吗？他们说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呀。就他会慢慢习得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界限，包括他们玩那个就是那个滑板车往下冲。我说哇，这多吓人啊！我说头盔都不戴。他们说他们的规定是上了马路才需要戴头盔，你看不到车是不需要戴。冲。然后有一个孩子就会帮他们把这个冲的土路上的石头都给他拿掉。他说这有人会绊倒的，我给他拿开。我还说哟，你们这些东西都是怎么习得的？哎，这怎么习得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家庭成长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早认识这个世界很多规则的东西都是在家庭里头。比如说爸妈说你不能怎么样啊。那次我去理发，有一个理发员跟我讲，说他爸爸不在家工作，在好像铁路上啊，妈妈呢特别忙，他们仨儿子，他说我们3个很淘。我妈呢没那么多讲的，就是连骂带吼的，说告诉你们啊，第一不许给我偷东西，第二呢是不许给我撒谎，第三呢是绝对不许在外边伤人，我告诉你们，你们回来我往死了揍你们。所以呢，他说我们家3个儿子虽然淘，但是我们家没有一个违法犯罪的。就是后来我就讲，我说你的母亲太棒了，就是把绝对不允许的事儿以特别明确的态度，在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事儿绝对不能干，我别的我管不了你们，但是你们要做了这事儿，我回来跟你没完。所以有很多家长说我们不会教育孩子，我认为这个事情根本不是教育不教育的问题，是什么事儿不能干。所以我就说规则这东西是家长必须告诉孩子的。你饭桌上就可以聊这事儿，对吧？你说谁干什么事儿了？你看那谁把谁家给打了，然后打得很惨，老爷子他爸马上就说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给我小心着点，否则医药费我交完我就揍死你。他这孩子脑子就知道了，不能下手太重。哎，这个没有任何教育教养的话，就一个孩子像一个小动物一样，假如说这么长起来，他是会对于人命，或者对于别人受的伤害，是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的吗？哎呀，我觉得这个我在当时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就讲到过，3个孩子居然没有一个说，哎呀，咱算了吧，就终止。对，为什么？所以我才说这个问题已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现在成人社会给未成年，就是小孩做坏事，2个误导：第一，不到年龄，刑事法律不处理；第二，有污点取消。什么叫有污点取消？其实就是我们叫刑事污点取消嘛，就是孩子只要未成年嘛。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说你多么故意宣传，但只要有一个案件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知道。你看那年19年吧，大连那个少年强奸女孩杀害致死，那不是最后就是领回去以后扣了几天也没办法，不到14岁吗？那孩子还跟人说呢，就是您刚说大高个儿，不到那个立案的年龄14岁嘛。他判断利弊比你还清楚。对，他自己还说呢，我还不到14周岁，我不到这岁数，你拿我没辙。他就以此去犯罪，他以此为由去犯罪，那就很可怕。那就是这等于就是说完全是利弊啊。就像你比如说咱们成年人要说谁是小人是吧？说唯利是图，就是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不是光小孩儿，曾经有一个妈妈跟警察吼，
怎么样，我让我孩子捅死你，他不到多少岁，他不负刑事责任。就是大人都说过这个话，那这大人得关起来，我觉得就是很嚣张，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有时候一个个案，一个特殊的个案，它其实对司法的完善是有推动作用的。他们不看到这个代价，就是说，除了刑事你关多少年以外，其他的那种隐形的或者什么代价，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常说的时间思维。对，我们很多人是没有时间思维的。我不是说我曾经跟一个，就是我记得我在开讲的曾经跟一个犯罪人讲嘛，他说他给自己起的假名叫周全嘛，为什么？他说我这人考虑问题周全。结果你看他几次作案逃脱啊，我们警方几次抓他都失败啊，都已经摸到他了，他还跑，他就自己特别牛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周全的周什么意思？一圈吧，他说出来了，他一圈。我说这圈要圆起来得几条线？他说两根棍儿。我说两根棍儿就是两种思维，你不是思考周全吗？我说那两种思维，什么意思？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人吧，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前后左右上下你都考虑得特别快，反应得当，所以你回回都能够就是反应最好的方式逃脱。但是我说你要真聪明，你就应该知道，你活到80岁，你挣的钱和你现在抢劫挣的钱哪个多？他低着脑袋说：“我真要做生意，应该也不错。”我说：“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还叫周全吗？你只能周50%，这我原话跟他讲的。所以很多人他不想那么多，就是我有时候也在讲这个问题。我跟孩子们讲，为什么你们不能犯罪？第一，我说你们犯罪，哪怕就判你们10年以内，你们会耽误上学、找工作、谈恋爱、结婚、见到自己的孩子。”这一系列你都会往后推到后边，你出来找工作很难，找对象很难，到那会儿你这一生基本就废了半生。没有人给他讲这些话。这个梅锦教授还是教授，就是你要让我看这事儿就没那么复杂。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哈，我们老说一成语叫对牛弹琴哈。那古人说什么呢？说对牛弹琴呢，牛非无耳，而是无心。他刚才讲这一大堆话，那孩子没心的时候，他听不进去的，就是他这耳朵进，这耳朵就出去了。那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惩戒。我觉得孩子成长，作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成为成人的最好的方式是惩戒。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引导。对，您小时候父母把您打得不轻，我们爱惩戒是上次讲一个楼的父母都打孩子，他们军队大院。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嘛，经常能看到。原来我的认知，霸凌事件都是男孩子之间，现在女孩子之间，那个我看那个视频很恐怖，你知道吗？哎，这个啊，我甚至我觉得可以从动物心理学来分析分析。就我才发现，您甭管文明不文明国家哈，即便是欧美，你像这美国那个军校，他好像有一种东西，就是说对于新入学的，好像这个老上一辈的，他就有某种，你也不好叫霸凌，反正就得给你施威风。哎，然后呢，或者是让你知道这个我是老大，甚至您就说这女孩，那天我碰见一女孩，大学里据说女生宿舍都有，他们管这个叫训新生。当然，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特别严肃的，就感觉新来的都得到姐姐们的寝室里来。然后好像经历过是吧？不是，我你是被训过还是训过？不是，没有，就是我看到过，就是我跟他们聊，他们说女生之间的霸凌啊，好多时候跟男朋友有关。就是一个女生，她喜欢的一个男生可能喜欢另一个女生，那她这里会纠结有一些女生就会形成这个。男生之间呢是那学习好的，对，不是我听的那个是学姐把学妹叫过来是吧？就是说，哎，哪个师哥，可是你跟他眉来眼去吗？你跟眉来眼去，啪就一巴掌，你说这也算霸凌吗？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已经说的是对的，就是霸凌呢，刚才就是性别有关。但是呢，像这个邯郸这个事情呢，它不完全。这几个孩子实际上平时是玩在一块儿的，之所以算计他，就是4个孩子当中，就他的家里头相对的有钱，他的身上能带点钱。那个主谋呢是相当穷的，所以呢，这个案件，所以我为什么在网上曾经讲要把霸凌和这个犯罪2个事儿要区分开来。一般我们讲这个欺凌或者霸凌，它实际上这个凌字就是凌辱。就是在欺负你的时候，目的是要凌辱、侮辱你。这个侮辱的原因是什么？往往就是你刚说那原因，
就是女孩2个女孩爱上1个男孩，其中就有一个会要算计那一个，有的是公开就打你耳光子就收拾你，还有的是暗的算呢。暗的怎么算？暗的算就是说，应该是00几年的时候啊，那都不止10年了，曾经发生一个案子。一个女孩召集了2个，一共3个人，把那个女孩骗去。那个女孩和她一直是很好的闺蜜，骗了以后到那儿就开始下手，把她打的弄晕了以后呢，给她拉到那个铁轨上，然后这仨就走了。当时就觉得她醒不了了，肯定火车压死。结果这女孩后来醒过来了，爬了下来，她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女孩喜欢的男孩喜欢她，嘿，俩人闺蜜。所以我就说，这就是真的是欺凌了，就是霸凌那种。他就是把这个成年人内心的他和这个异性有关，付诸实施了，他就这么个事。咱们很多内心的活动，咱们没付诸实施。对，成年人是因为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每个人都有。但是一样啊，要如果说男女2人有关系的话，第3个人进来的话，那有一个人也会玩命啊。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一个关系啊，就是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在家庭教育里头啊，现在的家长就是说讲知识讲的很多，比如说你去问一个小孩，他什么各种鸟类、航天飞机、黑洞什么他都知道，可是一些基本的事情好像讲的少，比如说身体健康的事儿。咱们有没有什么课？你能把怎么刷牙，怎么基本的感冒怎么回事？肝在哪儿，胆在哪儿？你问孩子有几个知道的？还有就是法律这事儿。后来我就发现，就说就是咱们不能犯法这事儿是很晚讲啊。我们有法律课，但是他都讲条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法律课更多的是讲就是所谓知识，就是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规定，但他不讲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好多老师我估计他也讲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常常提到一个法律精神问题，我有时候跟我们同行去讲课，我也谈过这个话题。我说我们警察执法是应该按照法律条文来走的，但是一定要懂得法的精神。我说法的精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老百姓生活好，让社会有秩序。后来呢，我讲这个下来以后，有一个警察就跟我，就是他们的领导走到我跟前说：“李老师，你说太对了，说我给你再讲一个实例。”就是当年有一年嘛，他们那儿整治城市卫生，然后不让乱停车，然后呢，只要乱停车就罚。结果呢，警察就上街查嘛，谁乱停车就罚。结果有个公共厕所门口有一个司机可能进去上厕所去了，出来哗贴上了。这个司机拿着这条就说我今天一上午还没挣到钱，我已经接了2张罚单了，我真的没有钱，我刚才就上个厕所，还不到前后5分钟，说您就把这张单子销了吧。那警察说今天规定了，乱停车就罚款。这警察扭头就骑着摩托走了。后来这领导跟我讲，后来他说我们也开展教育，对警察执法过程当中要如何人性化执法。所以我就讲，像这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你条文的执行和你的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啊，但是我其实反而更关心的就是马爷刚才讲那个，就是阀门啊，就是就是说到底是人的冲动，何以不落实为行动？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所有的杀人者，就是只要是故意杀人，他都有一个自己内心的相信，就是说这事儿我要做好了，不会被你们抓到。侥这个幸。你说是侥幸吧，但对他来讲，他不认为是侥幸。你比如这几个孩子头天就挖好坑，然后埋好，觉得没有人会发现，对吧？所以有很多的犯罪案件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包括大学生，那么聪明的大学生，他投毒的也好，这个杀人的也好，啊，你像当时我说的那个04年马某的案件，那作案之前买好2张火车票，搞了多张假身份证。他自己都没想好先上哪趟车，因为他要根据他作案的结果来看，但是他都准备了2趟车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犯罪人他在犯罪之前他是有自我保护性考虑的，他认为你不会被发现，我不会发现我的。你说这有一种极度聪明下的大愚蠢，是不是有一类这种人？要说这些故事多了，我就是在最近我那个咱们那个幽微的人性，我重新再版我最后加了这篇文章，我就谈到一个案子。那是我刚工作，上世纪80年代，这人是一个快退休的60岁的老研究员，干嘛呢？他跟这个所里的一个打字的女孩好上了，好完以后呢，2人就关系在一块儿。这女孩呢恋父，就觉得这老头特别好，就是愿意跟他结婚。然后这个男的呢，自己孩子啊，2个孩子都在国外，他的妻子呢还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中学的，他怎么能跟他结婚呢？然后最后这女孩就纠缠闹啊，说再那什么我就跟你闹开了。结果呢，他就算计把这孩子整到哪儿？那时候还没有大周末，就休息一天，他就在香山上找好一个地方，准备好石头，然后说这孩子我陪着你，咱们周末去看月亮。到那个地方，然后趁这女孩坐在那儿，他站起来活动腰，拿大砖头把这女孩砸死了。他星期六晚上干的事儿，星期一我们警察就到了他们单位。不，他觉得自己不会被抓住。你想，他觉得那么黑的山上没有人目击证人啊，我做完这样的谁能发现呢？后来呢，他就等我们抓他审问的时候，他说：“哎呦，我过去一直认为警察没什么水平，我真没想到警察这么厉害。”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抓着的，警察后来笑着跟他讲：“这女孩坐在那儿被害，那要不是认识人，谁能干这种事儿？就这么简单。就我们一看，这女孩坐在那儿被砸死的，那显然就是熟人带来的。那女孩身边有谁跟她最熟，那一排就排出来了呀。”对呀，所以我就说隔行如隔山，很多犯罪人他自认为很聪明，他能躲过你。那我应该多跟他们宣传我们公安干警多么英明神武的事迹，对吧？我老是唱反调的啊。犯罪学有一个理论，人为什么要犯罪？是很多人他首先认为这个犯罪是能逃脱的，就逃脱法律制裁。但是历史上也确实是这样，我们没有每一个命案都会破掉。所以民间传的事，坏人之间传的事，跟好人之间传的是两个事儿。他们认为是可以逃脱，所以你看，所以他才去犯罪。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不犯罪呢？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我的假定，因为我有一些公安的战线上的朋友，经常我们讲故事啊，他们给我塑造的就是你在中国这个地界上没法犯罪，就是说。哎呦，他就是说现在这个天眼呐，到处都是，而且就是你这个人啊，现在用手机，你的就是说这个电子痕迹，你的任何行为，他们给我讲很多破案的故事。现在破案容易，对，我就觉得你简直你就当然我就本心也不会犯罪啊，但是说我就会形成这种认识，就是说你逃不过公安的。马爷刚才说那个吧，我还得再给您补充一下。其实您说的那个呢，恰恰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他只是听人说，什么样的案子有时候以前难破呢？就是那种陌生人的关系。陌生关系就是说，比如你女孩走在路口，走在随桥桥边上、随洞里，就是随机犯罪，对，随机的。但事实上来讲，就是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我现在通过这个自己的工作经历哈，有些案子10年、20年照样还是要破的。就是你像前几年我们都是20来年没破的案子，就包括白银那个案子，那很有名的，就都破了。你看那个操场埋尸案，最后不是也破？那按理说那地下你埋了，一般就在自己操场底下，谁想得到？但是天网它到一定时候还是会发现，是偶然发现了，对，他会自认为他可以做得很天衣无缝。就我刚才最简单的事儿，他把这孩子为什么要埋？他就试图你找不到。如果他真埋到，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这个案子到今天也没有事。而且真埋找不到，他真可能会选择第二个对象去作案。明白了吗？哎呦，人你找不着，你找不着。所以这是我们研究很多案子，你就知道他的心理。他只要第一次成功，他有第二、第三次，而且他的频率都能研究出来。有的案子我们就是包括我知道北京刑侦的总队，他们这个技术上的破案，那真的是就是都可以在世界上排在先列的。其中就是他把一女的骗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他哥们儿去害她，害完搁在那个汽油桶里给烧了1天1宿吧，大概是没了。最后这女的失踪找不着了，她的丈夫报案，我们警察查，最后从手机看到最后一个电话，最后电话这个人呢上飞机了，他说我没作案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又查他的电话，结果发现他有几个联系别人的电话，我们就一个一个查那些人。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后发现有一个人是高度嫌疑，就是这个人跟这个上飞机的有点关系，然后就查到他的属于已经闲置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到那个地方就看到，就是说有人说那冒烟冒了1天多，冒1天多已经啥都没了。你知道我们技术人员怎么样？找出 DNA，最后证明是这女的，那就行了，你这个案子破了。所以你看他已经都涉及到这么巧妙了，我们愣把这个案子破了，疏而不漏。对，所以有些就是您说的可能是有，对，就比如说在90年代有些案子，我们到现在因为当时破不了，我知道好多案子那90年代是缺少什么呢？就是人证物证，尤其是就是你现在就是知道这嫌疑人，你比如我们有些案子，我们已经嫌疑人出来了，
就是拿不到当时的，比如血迹啊、DNA 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没问题。在20年前、30年前，很多案子都是积压。这我知道很多。原来我们那时候想写这个破案小说，就看了好多卷宗，就没有，就找不到。而那时候最怕的就是没因果关系的流窜作案。那个时代流窜作案还非常多，有很多惊天大案到今天也没有破。您说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对于犯罪手段犯罪的这个计划。哎，到底一个人犯罪或者说霸凌做出一个行为，他是理性的还是激情的？对，这刚刚一听说那个，就是我想我们在研究领域当中呢是有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未成年我们为什么在司法上对他们处理的相对宽容一些，就是说他在青春期12到这个我们叫 teenage 吧，就是这个年龄段正好是属于一个人的叫春嘛，发春嘛。所以我曾经说过，我说你看咱们家里养个小宠物都知道，那狗平时那么温顺，只要它一闹春的时候，拿你不拴绳子出去很危险。第一它打架，第二它狂奔啊，你控制不住它的速度，容易撞死就是车开撞的。那么人也有这么一个危险期，所以呢，就是说青春期呢实际上是它的内分泌的一个就是性发育。这个性腺发育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它会出现这种躁和这个狂。对对对，就这个特点。然后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就是我是觉得有些这个男孩子这个火这个毫无来由的蹭，你明显觉得是一种内分泌。它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年龄段正好就是11、12岁吧，它正好是要这个东西它出来以后，人最好的方式是大量的去运动，消耗它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恰恰是学习压力进入到最高的阶段，就是一到中考嘛，12岁中考然后初中到那个是中考，所以这3年是对这孩子来讲，第一，他学习压力给了很大；第二呢，现在我们住楼房，然后第三呢，有时候学校都开车送过去。你就会发现这孩子他那个生理上的东西出不去，发泄不了。最重要的是第4，就是吃的太好，营养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记者我老觉得这个事儿我也没有看到很多，就是说他们这家庭背景是什么情况。我最近看了一个案子，就是我看的我就睡不着觉，真是。日本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是很年轻的，他上中学就是高中就怀孕就生孩子了，家里面2个孩子。有一个孩子3岁的一个女孩能在家里饿死，当然这对夫妇给抓起来了嘛。就他们有一个词儿叫育儿放弃，就这孩子他以前我不知道，就说这孩子人家不是说婴儿如果你不抱他，他就会慢慢的拒绝吃，就是这个父母能够跟他有身体接触喂他吃和就把吃东西放在那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看到这个结果很惊讶，那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形成的呢？后来他们有一个记者，就是很多年去把他周围的人全采访了，就说这个肯定父母是有问题的。看他往上数3代，他们的爸爸妈妈再往上，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被忽视过，都被放弃过，而且这种遗传到一种你自己不自知的一个程度是什么？这个妈妈她比如说她给孩子来喂奶，她不抱他自己在玩手机，把那孩子脖子里缠着一个毛巾，放个奶瓶在这儿，让他自己吸没了他都不知道。而他的妈妈在喂他的时候也不抱，就这个东西他自己不知道都会有遗传。而他3代人都是在育儿过程当中，就是家庭的各种原因被忽视，没有得到过这个爱。而且呢，这个记者就发现这一路上这个社会上呢，也有很多机构发现了他们家这孩子不太就是发育不太好，也有介入也好什么也好，但总是有一个偶然的因素就错过了介入的机会。比如说他带孩子去体检，明明有问题了，那另外一个机构刚好原来负责就有经验这个人他这个休息了什么的就没介入。他说就像是有一辆车，这夫妇俩就带着孩子，刹车出了问题，他在往下滑的时候，你第一个路口本来应该拦着他，可是没有，他一路就往下滑，每一个路口您刚才说这个制止的这个地方都错过了，最后就酿成这惨剧，大家觉得很惊讶。可是你往回看，太多的因素必然和偶然交织在一起，才会出现最后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制动装置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算明白点制动之难。因为呢，情绪先于理智。这个美国有一个研究神经科学的一个权威叫达马西奥这个教授，他你知道现在其实也有办法研究大脑，比如说自我是怎么形成的，因为现在有了磁共振或者很多，反正
他讲的是人的大脑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这个大脑会对这个周围的你的认知啊，大脑皮层里面能够通过好多种的连接啊，实际上建立一种脑图，你知道吧？连你听声音，在你脑子里那个神经元的那个分布啊，由远到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甚至他拿切一片大脑皮层啊，这个周围环境构成的这个都能基本对位。他说打个比方，有点像霓虹灯管，就是神经元之间就是亮黑亮黑。他认为自我呀是在这么一个我们人类越来越发达的感知当中和感受反应当中，最后最高端的大脑皮层形成一个类似于自我的觉知。它当然这是一种假说，但是有一个不是假说，就是这个情绪是在脑干里的。脑干呢就是更原始的那部分脑。你知道我看到他这个，我甚至产生一个假说，就是恐龙没有理智，但是有情绪。好像不是说是脑干是最先有的嘛？一开始保自己的生存，它实际上直接就要对使它安全或使它危险、使它舒服或使它难受的外界刺激，它马上就要产生一个感受啊，这帮助它更好的活下去。这个感受跟情绪有关。这个情绪中枢啊，为什么很多是躯体的？所以哎呀，你知道我那天就看这个跟李梅金老师上次跟我讲的一个，我一下联想起来。你看最近我们那个团队啊，我觉得我们同事很好，就敢于给我提意见哈，我觉得我特别接受。就人家批评我，我觉得说的很对，说我这个人容错率太低，说不宽容。其实我在朋友当中很随和，但是就是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错了一个字儿啊。我知道错一个字儿是个小事儿，你知道吗？但是我能体验到也错哪个字儿，关键内行，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火呀是从五脏六腑，哗就出来。这个达马西奥就说，情绪就是我们最先建立的是躯体知觉，就是你的大脑啊，实际上对这个整个躯体，尤其是内脏，我现在理解中国人讲的五内俱焚呐。或者说掏心掏肺啊，这就我说的1岁之内没养好。现在是得到了神经科学的证实。他说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跟他说过，小时候我妈在水工厂啊，那个时候双职工啊，生3孩子，没有时间带孩子，什么托儿所那个时候也不完备，你也没被抱过。所以呢，妈妈上班去为了奶，就把我呀放在床上，然后就几靠大枕头，堵的。那个时候哪有保姆啊？那家里那么穷，就枕头堵着。然后呢，下了班8小时回来，我妈说每次她下班距离家里恨不能100米的时候，都能听见我那个哭声。然后上次李老师讲的就是说，婴儿啊，他哭啊，他是要求你关照他，你抱他。如果你没有，好像就是说，就是会引起这种内脏的。就是孩子在就是1岁之内的时候，他的哭是生理的哭。不是心理的哭。什么叫心理的哭呢？这玩具我要，你要不给我买，我就给你哭，这叫心理的哭，故意的。但是生理的哭是他真的感受上是很痛苦的了。你比如小孩为什么痛苦？他不能自己翻身。当不能翻身的时候，你要成年人，比如说我们打个石膏，你就知道那体会了。我有一次做手术压着一个沙袋，我不能翻身，哎呦，我那会儿真觉得生不如死啊，就是你就想翻啊。对，这个达马西奥的这个研究就是发现脑干里边这个情绪中枢啊，直接关联到我们叫内感受，就是我们人要活下去，你看你对自己五脏六腑是有个知觉的，所以情绪经常连着肺腑。它不光是脑干的问题，现在就是发现，就是说，其实我现在也在提一些孩子的这个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全身都有神经细胞。过去我们认为高级的心理活动都在脑，尤其在大脑皮层，但事实上，你现在就提出来那个小肠就是第2大脑。就是孩子在早年他不能动的时候，他只能以哭喊来要求解救我，但如果你没有及时去解救，他就一直延迟痛苦，他就玩命哭。你想，他2个结合起来，一个是内脏已经很难受感受了，第二他哭本身就很难受，因为哭是属于要挤压的，所以他2个感受。当你因为我们那种情况，它不是1天，它是一天要半年，至少到1年，他才能够很好的就是转动身体。那么他的内脏就是有神经记忆，都不用到脑干啊，他的内脏就有记忆。这个记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成年，只要一个信息一来，他只要觉得这一紧，他就得爆发。这个爆发实际上就是小孩哭的那个形式的一个
展现。就我就自我检讨，为什么 hold 不住啊？就是他就是好像从这个地方看见错了个字儿是吧，噌一下就起来了。他不是在这儿，但是实际上是后发的一个阀门，是更高的大脑皮层。对，然后就说哎不能发火，或者说没必要发火。对，但你还得咽2口唾沫，对，你就特别难受啊。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对，你还得喘口气，得这样你才能把它放下去。如果你要看一个人温文尔雅，我就觉得就是木心那样的人，他早年1岁之内的非常好抚养，他才会有那样的儒雅和稳定。真的，这个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很有涵养，说话轻轻的，永远慢慢的。然后当别人跟他急的时候，他就静静地看着别人，仍然是慢慢地说出他的话来。这种人他为什么这么好？一定是在他3岁之下，他的抚养非常到位。这个我上次去法国，他们就是有婴儿的那个心理专家，这一套东西是法国人就给建立。他们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就是说话。他们跟小孩说话到一个多小的年龄，就刚生出来，刚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这护士就得说我要给你换尿片啦，我要给你喂奶了，我要他觉得他们其实会听懂的，小孩子会有语言的，甚至到了一个婴幼儿心理，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说有一个妈妈就带一个孩子来说，我这孩子夜里老哭，就他睡不着觉，这怎么回事？好了，问了他妈妈你是什么这个情况？他说我是一个单身母亲，然后我还要去工作，我回来就是我又很晚，有时候我的脾气不好什么的。后来专家就跟他讲是什么原因呢？孩子其实担心你，不是孩子难受，孩子在担心这个妈妈，所以他就是也无法表达，所以他会一直哭，一直他不睡觉。他说你这样，你回家跟那个孩子说话，那个孩子其实个婴儿，也就10几个月，说你跟他说话，说妈妈是这样的状况，但我希望你能睡好，我也会把这生活给照料好。后来孩子就好了。那还不是这么简单。我到今天就是这状态，我就是对我跟我们家猫就这么说嘛，就是说跟猫什么话都说，因为我有时候说，人到老了以后啊，因为你孩子都走远了嘛，你也不能指望他老守着你，养个猫狗，有的老年人独居就是一个老年人带着一个狗或者一个猫，他就是不停的在用语言说话。什么都说，对他自己也有好处，还不完全是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这都太深，都是儿童心理学，干什么？你指望老百姓天天的都按照你儿童心理学的那个书本一页一页的翻着去实施，多说话，这个都很难。多说话，我想，温柔的去说话，是家长处于他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水平？他每天奔波劳累，是吧？钱也挣不着，又挨这个领导呲儿干什么回来？你让他特温柔的很难，很难。人都是有人性问题，但是他要从小那个抚养方式好的人，你就包括开车你都能看出来。有的人就急门火燎的，有的人就属于就是也是不急不慌，也他不在于你的地位高低，对，他在于什么呢？就我说的，你早年抚养的方式。所以你看无锡那个地方的人，包括成都附近的人，性情都比较温和。但你看江北。所以抗日的时候，游击战最多就是江北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性情就是特别火爆，能当战士。所以他有点地理性格学的因素啊。不是，顺着李老师的话说，因为你无锡这东西历史上就是物阜民丰，它就是这个比较富裕。对，你让生活很贫困的人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觉得特别难为人。没有，不是这个问题。是经济学的角度，他是心理学的角度。我是讲抚养的问题，只要家里有2个人。这个孩子的照顾就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有事儿，那个人过来，那个人有事儿，这个人过来。但是如果就一个人，还真人老不在跟前儿，这种地方的照顾绝对都有问题。就是他不是人品的问题，就是您刚说的情绪的问题。所以我刚说为什么那小孩他为什么哭呢？他实际上是内脏痛苦的记忆，他不是光说话。你那个光说回去了跟他说话没有用的。小孩他为什么痛苦？就是他白天很痛苦，他在夜里会做梦的。他做梦仍然是这个东西没有释放出来，就跟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孩子有时候小的时候，比如被爸妈揍一顿，委屈了，哭半天，过后你看他夜里睡觉，他还会抽泣，他还会出现这种现象。你看，他就说情绪是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是发自内脏的这么一种冲动，因为跟你的躯体内感受有关，就是那是你更生物的本能反应，一看到不如意的，砰家伙起来了，然后呢？你的大脑同时还有个自我觉知的感受，然后在你这个情绪的后半段，
你感受到的是刚才的那个怒气。对，那你就我刚说的，人生气的时候，对你先是冲动，然后你感受到的是我这个气喘不过气来，就是内脏感受。所以我说他关键就是说，哎，我怎么能 hold 得住？您把这个归咎于童年。有时候我们分析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看一个人现在这样的，你基本知道他什么一个来路，就是怎么抚养过来的，就是越早越能决定这个人的后来的情绪模式。然后还有一些呢，就对人的模式，那一般就是3岁之后的问题了。你比如说小孩最开始他接触外人，他父母是什么态度？如果说领到别人家去，上床嘎嘎就折腾，然后拉开抽屉就拿东西，爸妈看着嘿嘿一乐，这种孩子今后出去没规矩的。这就是3岁之后了。但是3岁之前主要就是解决你的生理问题。刚才我们说这个未成年杀人不是这问题，就你说的这个呢，是我们成年人的情绪问题。那未成年杀人这个就是他好像又有某种邪了门的理性。哎，对，他叫算计。哎，这个算计有，但是呢，他对算计就是他的有恃无恐。我就是觉得惩戒力不够，如果惩戒力够，他不敢。不是你讲惩戒啊，他也是有一个说的。为什么我说咱们当以为好，你未成年照样判你坐牢，判你20年，对吧？大快人心事。他说，但是呢，这个据研究啊，成年人比较高的概率会认识到监狱和管教对他的惩罚，但是呢，孩子有的时候你关他，他不能正确的理解，他会认为这个是社会对他的，就是他会出来之后啊，他可能仍然会存有报复社会。所以实际上关一个少年犯是个系统工程。你在监狱里怎么对待他，包括他出来之后，他往往也就找不到工作了，没有什么社会资源了。那么如何防止他那个时候不报复社会？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一关了事的问题。是你现在是因为现代社会管理上越来越复杂。我们小时候这种事儿根本没这么复杂，依然都制止了很多事儿。你比如说，那时候学校也有欺负孩子的，都有，什么时候都有啊。就是永远。过去中国有一个，当然这都是现代的法律学家，尤其像梅锦教授这样的人都不同意的。但是他简单有效。过去有一个词儿，是不是叫棍棒底下出孝子？那这个道理是悖论的。我打你怎么能你孝敬我呀？就是惩戒。我觉得我们现代社会的惩戒。很重要的一点是从西方社会学来的，就是他要理性惩戒。你比如你在英国体罚孩子就是犯罪，那孩子可以举报。后来英国也出了个法案，轻微的体罚孩子视为合理，就是因为他走到那头以后，他觉得没有办法了。现在孩子有时候比你会利用法律。就是这个，我常觉得教育其实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不同的这个文化不一样。你说在北欧那种国家，那孩子你别说打了碰一下都不行，警察和学校介入。可是我去那个新加坡，华人很多嘛，就这社会卖藤条啊，藤条就是打。我说这你们怎么公然可以买这个东西打？他们还没废除鞭刑吧？对了，他就这么说。他说小时候家里不打藤条，大了政府拿鞭刑打你。我说啊，这行吗？他说哎呀，家长不打，家长的难受排解不了，就是排解不了。他认为是排解家长的这个情绪，但是就随着他这个说呢，就说明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比如新加坡的惩戒是最厉害的，就是鞭刑，对吧？所以新加坡就没出过大规模的恶性杀人案件。北欧是人类风气最好的，一个人出来杀100多人，对吧？100多人，你这像什么呀？你等于纵容他。这个叫挪威杀人，这个人他要在新加坡打死他也不能杀100多人。咱给北欧上鞭刑，这不能是极端案例，极端。是不能拿极端的例子，可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社会教育，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例子都是极端的。因为那个邯郸这案子就是极端案子。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老觉得这些霸凌也好，去杀人也好是恶魔，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欺负小孩子的和欺负就小动物的人，其实他在这个社会家庭里面心里是最弱势的那个。这个我刚才我说回就是那日本那个案例，就那2000年的案例，你说就那对父母刚被公开，大家说那肯定是恶魔吧？结果你发现啊，他们其实不一定说经济收入在社会是最低，不一定，他爸爸也有正经工作的，但是呢，他们因为很早年就有了孩子吧，而且也没人管他们，他心理上一直很卑微，就低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推销员最爱去他们家，上门推销什么他都无法拒绝，那推销员
进来把你们家被子就一捡，说你看你这棉花还能用吗？我给你上床新被子，买。说他们家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就没有很富裕，是不是他们智力有点弱的？对，我觉也有得这个太极端然后说智力问题啊给你推销什么他都买，因为他有一种心理弱势，而往往这种心理弱势人欺负小孩儿。对，就是你说这个家庭应该算个例，就是他这个妈妈可能有点那个，就我们叫被社会性人格，就是说他没有人常有的那种本能的一种情感力。你像哺乳动物，大多数它那猫，有时候它都对自己的那小猫，它都会。那天我看一个视频，小猫掉在那桶里了，那母猫真是守了几天几夜，最后实在没办法，一边回头看一边走了，因为它救不出来它掉到那个弯沟里去了。那就是说，动物只要哺乳都有这情感，人更应该有。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跟我们讲智力白痴一样。重度痴呆的孩子，你再给他吃什么药，他也上不了学，就是他没法弥补他这个遗传的缺陷。但是有一种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情感痴呆，我们也叫道德白痴。就这种人，他没有人的情感力，所以按理说生下的孩子都应该是抱在怀中。就有的妈妈就是说，生下这孩子呢，大夫说你这孩子睁不开眼睛，你还要吗？然后要，就是瞎子我也要，就是母亲她天生都这样的。这就是他有情感力，母爱是天生的。我自己的孩子没了，我抱一个孩子过来喂奶，我都愿意，对吧？但是如果像你刚说这个家庭，这个女的，至少我认为她可能就属于没有这个情感力。她是后来把生活的压力、不如意都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孩子后来也患了一点重病，她就觉得她就想放弃他。这也是这个理由是能成立的。如果他是这个理由是这样，就是有些母亲，比如想要儿子，来一个女儿，她就怎么着都觉得都因为你导致我不能再生儿子了，有。但是正常情况下，他都有这个抱在怀中的这个力，所以呢，可能他有人格问题。其实李老师，我觉得他的招啊挺接地气儿的。我记得多少年前他教过一招，我跟很多父母讲，就男孩子学武术是吗？对，真管用。对。他就是说，孩子在学校被人打怎么办？李老师就是说，让他学点拳。最近好几个父母跟我说，真好使。为什么？不是说他会打人，就是说有的学跆拳道，有的学什么摔跤，有的背摔给他。他主要是他去学这个孩子啊，身体壮起来了。你像咱们那个罗朗，你记得吗？我们的一个美国厨子，美国厨师，小时候什么呢？也是在美国学校被人打、被人欺负，然后呢，就是怕被人欺。咱小时候也这样，练拳自己，他就练咏春，练拳击，练起来之后，别人其实一看这个身材。一个是也就不敢动他，再有一个呢，他发现他也很少用到他学的打人，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就等于这个自信心啊就起来了，这个就好像就不怕。对，你这说的是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所有我们能看到，甭管多大啊，就是所有这种未成年人，我们统称未成年人的这种霸凌、欺凌事件，全有一个特征，叫欺软怕硬吧。这些人只要比他高一个等级的人出现，他立刻就特别驯服。你比如那仨孩子哈，咱们假设他欺凌了这个孩子，就死的这个孩子，这孩子有一大哥来了。上去一人2个耳光，那仨孩子都顺服服，什么事儿也不会再出现。马爷绝对调动的是童年经验，对，肯定是他信服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出现了，就跟你说我锻炼成这样是一个道理，你弄不动我了，对吧？我们今天用温和的教育，理性的啊，符合这个高级社会水准的，我们说的很清楚，高级社会水准的，你绝对教育不了他。你给他关上几年，你放出来，那还是继续祸害，而且他认为我很冤。你只有让他觉得不冤了，就是我就该关进去了，就该挨一顿打。你不是打别人吗？那有人比你强，人打你一顿，你都彻底老实了。你像那孩子，现在是肯定不允许，法律什么都被限制了。我们小时候。谁把人打了？来俩大人一进屋，门一关，拿他们一棍子亮你一顿，那孩子以后再也不敢打人了。我们小时候是那样的，都是一个厂的职工，然后呢，经常晚上，有一个家长呢就领着孩子进来，我觉得那种场景非常有意思，就是家长领着他孩子进来，他孩子头上包着绷带，然后家长来了也不说孩子的事儿，然后就喝茶，老豆啊，最近怎么。我爸一看见那个就知道白天我哥跟人打了架了，然后哗抓起来哐，当着人家揍一顿，就必须的。对，这就是明白父母。对，但现在不是这样的，马爷，我跟你讲，现在好多爸妈就是真的，我这孩子
这个就是他打完人家，第一不道歉，第二还觉得就是谁让你们孩子没本事的啊，是他见招，你知道吗？他给你来这个，因为这个他自己儿子肯定会说他怎么招了我了，然后我才揍他的，所以他还觉得我这儿子打他是应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没有像咱们那个时候的那种自律了。你们两位是要复古啊，回到暴力传统，您是主是打孩子吗？哎，我一直在说主张惩戒，我不能说打惩戒。不是马爷讲的还是这个惩戒，我讲的是什么呢？要对等。我为什么在那个什么时讲过打回去呢？就是让孩子，就是您刚说那招特管用，就是如果孩子打人了，我就把那个叫过来，对吧？你揍他，让我孩子去揍他，你不敢揍，那下次他打你我就不管。孩子能来吗？不是，就是你在学校门口把他堵住嘛。如果他父母在，那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但知道的关键就是我说对方父母他不解决。不是有一个电影吗？有一个美国电影，就是从一个房间里头就有2对夫妇，就是因为孩子在打架就出事儿，这2对夫妇就谈这个事儿，一开始都装的特别就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性，对最后大打出手，那2对夫妇打得头破血流。父母之间可以打，但是我不主张就是对方大人去打这个对方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我不主张，因为毕竟你们俩是不均等的。你要真那什么不是，那他欺负人的时候都是不均等的。不是你盯着我均等，我怎么欺负你？不是，是这意思，就是您对吧？我跟文涛就我们俩这体量要是，我想我就可以动手，是因为我欺负你了。对，如果文涛长得跟泰森似的，我天天恭维你，谁还不会判断自己啊？哎，就是您说的这个，也有反论。就是一般呢，最近美国有一个女学者，她出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有点奇谈怪论啊，就是她就反对所有，就是说不要叫父母太慎重，就是啥动不动一说孩子一不咋地了，全是父母啊，弄得现代人无法做父母了，我到底该怎么样？她说根据她的一些个调查，除了极少数非常糟糕的家庭，他大多数的这个中等程度的这个家庭啊，他认为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大影响，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绝对小于孩子和他所属同龄群体的影响。也比如说，甚至他举出个例子，什么同卵的双胞胎，他说你看你把他放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长大，出来的性格啊也不一样。他就认为可能你的言行，你的更受你同学你在外边玩的这个同龄的群体的影响，大过你父母对你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可能还是刚才说这个遗传记忆，这个完全没有根据。你看，他就是所以我说他也就是个少数派。不是这个观点是不能，就是我不能说完全否了他，但是呢，就是说同伴影响看什么年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有特别好的教养，就12岁之前他有很好的家教，他就是遇到这种同龄他也坏不到哪儿去。这说的是2件事，我觉得不，这就让我想起马爷，你们小时候有点类似于，其实你们那个年代啊，其实有点无法无天，父母亲都在外头。不，那个但是原则还是有的。对，是他在一个框架下无法无天。这个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你们的这个父母不大能够就是说直接管孩子，就是不是你们一圈孩子当中，这个里边有孩子头，对吧？称王称霸，对，或者说孩子没力量的孩子，怎么能不受欺负？对，你说是不是一种？更多的是自己解决的你比如我举例啊，那时候我已成年，18岁我下乡，18岁下乡的时候，那个村里有100多知青，来自于几十个学校，这个很可怕，因为各学校的背景不一样。对，还有来的人里呢，不是个人有问题，比如有偷盗行为、打架行为的，还有就是家里有问题啊，比如家长出了什么问题，凑在一起呢，大概需要1年时间，这些人之间打平衡。都要动手的，它就是个是动物性，然后就慢慢大家就知道我要站在哪个位置上。比如这个人对你很横，但转过来就对他很温和，他是权衡过事儿的。那这里呢就需要有一个，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从村里找一农民，不怕事儿的农民，和知青里找一不怕事儿的知青来管理他们。我那2年就处理这些事儿。所以我们知青里还有人管我叫治保主任呢，就这意思，就是我要管他们。为什么呢？我不怕他们打架，那时候打的就是那个不是一般的打架。他们打架，您上手能给他摁住吗？不，我不跟他们打架呀，我要跟他们打架那就没好日子了。我说的不是，就是说他们打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到现场，你怎么去制止他们？我们发生的巨大的案件都是你到现场已经是残局了，一般巨大案件就是1分钟之内就完了，菜刀乱飞什么弄到这全是血呼哩啦的。那你比如我们有一个人被打了以后，那时候冬天我记得可清楚了，然后说在路上躺着呢，
你知道那时候都穷嘛，没有电嘛，我有一电筒，那就已经很不得了了，我就拿着电筒就出去了。出去以后，这个人就躺在路中间，就是3九寒天啊。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螃蟹一样的吐沫子，全是沫子，肺出问题了，肺。然后呢，就赶紧就找一块板儿，就大板子嘛，几个人就他们7、8个人手忙脚乱就抬，就是公社卫生院就抬上就过去了。抬过去你知道吗？就他是昏迷状态的，然后就是他醒了的第一句话啊，他看着我第一句话说什么？我要报仇，这是第一句话，一点都不害怕。那后来就发现知青之间呢，因为他这个村打平衡以后，他就跟隔壁村有问题。当时有7、8个村里，每个村里都100多，多的200多知青，这都变成一个村打架。但这种打架往往都是那种反复报复的。你们找人打了我们这一堆人，我们这帮人有几个人有钱，那么我天，在农村也脑袋也被开瓢2回。你想想，都是这个德行啊。那个其中一次开瓢就是那个人在那个粮店后面就 hold 着我嘛，他觉得我管他了，然后那人比我矮，1打1他打不过我，然后我一进门那脑袋一热，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打了。过去买粮食一个大舀子，然后还有一个浅的那个舀子，就是差半两1两，拿这个那东西是铁的钢的，特快，拿那个在我脑袋上嗨一口子，我现在剃秃了还有那个疤呢。怪不得您今天这么聪明。但那会儿就是一个打架，他并不是把对没有您说跑了，您最后您治保主任是怎么评定局面的？我就是管知青啊，那100多个知青啊，我那2年就是管着他们呀。还是有权威的。看来还就是第一权力者。第一，对你不能怕事儿，出多大的事儿，就算你有点慌，你也不能让他看出你慌来，对吧？有时候，比如他威胁你了。你有这个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你看那个动物之间互相敌视，有一个眼神一走，大家就扑上来了，对，都一样的。这就是有人就那个研究过嘛，像菲律宾那种地方，说那很多家庭总有一方在外头去打工，是吧？这就是照理说这个家庭的教育照顾不是那么完整，但基本上觉得这好像没有太大的事儿，这个家庭也挺平衡，孩子长得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暴力啊什么。有人说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他社区里头有就像您说的有个类似于治保主任，就社区有一个权威自治自我管理的那种，他有个权威，这个人可能在社区里面有点这个威信，出什么事儿就是还有一个，首先内心是公平的，如果你内心不公平，你肯定干不上这事儿啊。还有一个，刚才你们说到这个，就是家长的这个影响和朋友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他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记得好像是阿伦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家长的威信不能够让位于朋友的威信，就是说这2个东西你不能让位于他，你家长的这个管理是要在的，不能相互取代。那就像是家长跟社会歪风邪气竞争，老师学校也跟社会歪风邪气竞争，还要跟孩子们的同龄群体竞争。他也不是歪风邪气，就是说现在那些违法犯罪的孩子，基本是父母从来不跟他讲什么规则的。就是观念，无立法。我那天在一个讲坛上，就是一个会议上，我还讲这句话，我说，你要想消除欺负现象是不可能的，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有欺负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规则的这个必须要给他，所以第一个给规则就应该是父母，什么事儿你绝对不能做。然后第2个就是学校教育，什么事儿，比如说男孩不能欺负女孩，你个儿大的不能打个儿小的，你像这些规则要给人家，你打个儿小的就是丢脸。那过去我们好男不跟女斗嘛，就是你男的再怎么样，你不能去打女的，你有本事你打男的，你不能打女的，人家不是你的个儿，你打人家算你有本事吗？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意识。我们小时候也有这个。对呀，就你不能打女的，男的不能打女的。是，那叫丢人。对呀，我们就说叫丢人嘛。所以现在为什么他敢打呢？就是文化因素嘛，你感觉到丢人就是文化起作用。但是始终现在关键就是我们这种文化没有很好的去传承它。是这样啊，过去家长呢，他处于一个极强势。现在我们经过几10年的教育，家长现在是极弱势，跟孙子似的。我举例哈，我前些年在那个央视做那个教育节目，请了50个孩子，50个他们的家长，然后我坐在台上就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场面，这个50个家长，因为在台上那是50个家长都是这么坐半个沙发，就半个椅子，全是前清，这50个家长。50个孩子全是这样的，全是北京摊葛优躺，然后你看得非常清楚，
这50个孩子根本拿家长不当事儿。家长对这场这个教育的节目还是很投入，就是想学习点本事。但是我说，你看这个弱势群体非常清楚，家长是明显的弱势，全是这么年轻的。然后呢，说什么事儿，那帮孩子啊，就是那种不屑，家长都听到，对，这样。你说这怎么去教育？我们那时候家长是有权威的，所以你看，你想造反吗？那我爹老说这话跟我。所以你看，背后有一个很无情的东西，就是权力机制，就是啊。这个你要说欺负人啊，怎么霸凌啊，什么给打坏了、打伤了，那就到了一个限度了。可是如果不考虑这个限度，就是广泛的来讲，你希望孩子们之间，成年人也做不到啊，人人文明礼貌，人人都不谁都不，那真是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了，没有人欺负人的社会，这个不符合动物的规律。欺负是不可能消除的。就是说，他就要有这个孩子啊，他就有一种权利。我要叫我说霸凌欺负，本质上就跟性骚扰似的嘛，就是权利。那么就说你通过教化啊，打女人这不叫有权利，这叫没面子，对吧？但是那靠什么显得我是老大？靠什么显出咱俩你不行我行？其实这种是不是人的一种本能？他在任何群体里，你那孩子他就打呗，或者说建立权威呗。其实打架，我倒觉得男孩只要打架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呢？他就全走那个肌肉了，力量了。对。所以你让他发泄出来荷尔蒙是对的。作为体育课以后。对。但是我刚才我认为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欺负这个词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只不过成年人的欺负是勾心斗角了。对了。那么欺凌这个字呢，还是跟那个性有关系，就是你刚才我们说那些欺凌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女孩知道一个男孩跟另外一个女孩好了，告诉别的同学了。班里马上传出来说他们俩好了，结果这男孩知道了，找这女孩就给堵在那儿，专门就扇他耳刮子，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传闲话啊？那么像这种呢，都叫凌。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就光是这个凌这个问题，还是要建立规则，还是要教育。但是呢，你可以不那么把它作为一个像刑事这样来处理。所以我为什么讲欺凌霸凌要和违法犯罪区分开来？就是邯郸这个事情，它不是零，因为他们都玩到一块儿的，没有零的问题，他就是要钱，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犯罪性。孩子不管，还有10多块钱照样杀人的呀。所以他不管，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要区分孩子他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如果他这个行为，我们有一句话叫限于青春期的行为，比如飙车，就青春期特多。你什么时候见着一个40岁的人去飙车？那是赛车手吧？对，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行为虽然很恶劣，但它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行为，过了这个阶段，这行为就消失了。那么这种行为，我们既要严加管制，进行该训诫，该处罚，甚至影响你的成绩，影响你什么其他的待遇。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儿来去做刑事处理。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只是从学术角度我来谈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啊。就是大家听的时候也可以抨击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这个行为是限于青春期的行为，我们要想办法制止它。但是说句实话，灭不掉的，全世界都灭不掉。就是欺凌行为在哪个国家都有，可是过完之后就没了，那怎么办呢？就这个阶段你要严加管教。那从学校到家长，你要明白这个现象，要管。你可以跟他打架，但是你不能怎么样，什么事儿不能做，对吧？打一打，摔个跟头，那得有个界呀。你比如，他是无非2个权利，第一个私权，就是你打我，我比你还牛，我把你打一顿，你不就服了吗？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多受欺凌的人，他永远处在弱势，那就有一个公权力出来。公权力现在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司法，但司法走这套流程也受不了，所以呢，学校现在一点公权力都没有。是不是适度的赋予这个教育系统，比如学校有一个公权力，就是你就有权利处理，比如罚站，没有什么不行的。您这话我太赞同了，现在学校就缺这个，学校没有权利，所以他现在不赋予学校一个公权力，那学校就没法去。学校老师叫来也说你打他不对啊，你这个不，那他也不怕。现在我跟你讲，家长告老师告到什么程度？不给老师处分的家长不罢休啊！我们看例子啊，美国的霸凌直接开除的，你没有机会再受教育，你没有再去读书的机会，你没有，我不要你。这个处理很重，学校就可以做出。但那是法律吧？是学校。学校做出。学校开除哈。开除，他学校一旦开除，其他学校就不接收嘛。
人家不接收了，那你这个家长有一个例子出现，这个问题也不行，这要开除推到社会上去，那更可怕。我补充一句，刚才正好您说到这个钱的问题哈，还有一件事儿，我自己感受，作为一个家长，现在我们家庭里面说钱的观念说的，我不知道够不够。我老碰到这种例子，有时候我一个朋友就讲，他们家一个亲戚小孩也是就是11、12岁，说要一个玩具，说才3000多，就你知道，这才3000多，我吓一跳。然后包括我自己身边看到的，我们家亲戚有的那个，就那孩子，你看着他小的时候。他要买手机就换最新的，然后那大人现在就像您说的，大人给啊，就是因为你同辈人也有啊什么的给，这孩子你就看着他小的时候是换这个，不是他自己挣的钱，他就敢那么花，大了结婚办喜事儿就是那种好欠了钱就弄，然后最后就是高利贷，最后就几乎要违法犯罪道路了。就你就看着他这么长起来，就是这个财产的观念、钱的观念。我刚刚说我们知识讲太多，但这些基本做人的观念，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讲的多一点？现在父母需要教育的太多了嘛也。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些年在发展很快的过程当中，有些我们好的一些，就是刚才说，就是男的不能借着自己的强势去打，还有一个大不能欺小，这也是你很没面子的事儿。这过去我们讲公平，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有意的提倡。然后老师的过去师道尊严，我觉得老师也有不好的，但是总体来讲，老师要管孩子，毕竟你得给他一点尊严吧。不是他现在，我们现在老师就这个，我遇到好多老师跟我讲这个话，说我们现在老师都不敢管，哪敢管啊？他不光管哈，他还有一个很多问题。你比如现在好多学校，他取消春游什么这些事儿，为什么都是怕负责嘛？对，那就。这个恃强凌弱的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多，都出不去。背后啊，有些基本规则，我觉得改变了。对，你比如过去像以前老辈的人，那就你比如说父母要是请个私塾先生，都是磕头是吧？但是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权力社会、责任社会，对吧？而且学校呢，感觉就是应试，就关心的是升学率，对吧？然后呢，一切都变得很精微。您就是说啊，体育老师踹一脚，对。踹一脚也可以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现在的家长啊，你等于他现在变成就是说，老师敢打我们孩子，对，这事儿还了得？你其实我觉得这不光中国，可能全世界都在小心翼翼。你看那个日本有个导演叫什么来着？拍什么的那个我都忘了，叫怪物，最近拍了一个片。一开始这个电影的后半截是个出人意料的哈，但是前半截说的其实也是啊，就是说，哎，这妈妈看见孩子。啊，好像说老师说他了个什么，那就找学校声讨啊，学校就得开会啊，然后这个老师就得来道歉，或者说你别解释了，有什么内情都别解释，咱们这个对不起，冲家长都是来这个，那你说这样的话，学校确实，而且我觉得你要这样的话，你老师在孩子心目当中他就没有尊严，没有那种权威性。所以我觉得很多孩子对老师的那种就完全无视，甚至直接顶撞的，完全就在于我们很多父母的这种嚣张。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我去，其实你应该作为家长，你应该了解老师是怎么管教的，因为什么批评他什么事情的。然后呢，你要做双方的工作，比如跟老师沟通一下，有什么事情您告诉我，我也帮助您教育他。同时要告诉孩子，老师虽然对你很厉害，但老师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他不这样做，就导致我现在接触很多老师都说这个话，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稍微言语重点，不能去直接怎么样，那回去要告完了以后，那家长就在群里能炸窝。所以过去我们还有法制的，就是警察进学校，法制兼法制副校长。后来我问他们，现在说警察基本也不来了，因为你光靠训他几句没用。就是这个话。对，我觉得就是管理者，就比如学校有赋予一定限度的免责权，医院医生赋予一定限度的免责权。现在医生嘛，更麻烦，你看个病，他都是因为有责任。其实有些东西没必要，就是他是职业的救护你的。你要相信这个社会整体的这个层面的人是没有问题。别的不说了，你就说现在那扶完了以后，你去扶完了扭个头，你把我撞的，我个人都觉得这种事儿只要能调查出来，都应该直接就罚这个人。你为什么？你这叫诬陷啊，你这叫诬告啊。
对，所以现在全社会都是现在谁都小心翼翼，不沾锅，对吧？现在全社会在寻求自我的免责，对，然后就所谓躺平就出现了嘛，大家说咱就甭干了，老师也不敢干老师的，医生不愿意干医生的，承担责任，是吧？过去说铁肩担道义，对吧？你他妈谁他的肩膀上全是溜达，都这样的，他担什么道义？你还没怎么着呢，你好心去扶一个人啊，到最后一要跟你赔几十万，你这玩意儿谁担得起啊？这现在有监控，要没监控怎么办？没监控，很多事儿说不清。对呀，但是你把责任赋予了人，又会出现权力的滥用的问题。那可以限制。那很多就像这，但也不是也发生过那个老师虐待学生。那种这不是也有那种很多案例？一到那种新闻发生，大家又开始呼吁，不能给老师这个权利，要监督老师对学生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虐待，他可以给老师做一些行为规定，就是说权利在什么境界，罚站不算虐待，对吧？罚站应该不算吧？入这行的门槛得高一点。就是我不是说我在芬兰拍的时候，人家做教师人有心理画像的，你得通过好多次的心理考试，你这人是不是你装着像一个很可爱的老师，可是你内心是反小孩、反人类的。对，你像芬兰那种国家，他不可能允许体育老师踹学生一脚吧？那都是先进那种国家，我们探讨都没有意义。那老师踹的是因为这孩子先骂了老师一句，老师才给了他一脚。那也不一定，那孩子也野得很，有时候我觉得他也野得很。是吗？对，反正我觉得就是人类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不把这个所有在台阶上的限制做好了，一定是混乱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探讨，就是你比如说以学校而论，两头极端的例子，比如老师极端的和学生极端的，你对着冲，那没法谈。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取中。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师道尊严啊，就是你老师在学生面前就是要保持一个尊严，老师适度的惩罚学生，不管是什么，比如让你多写几本作业，这都是在允许范围。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去掉了，我觉得当老师也只能窝窝囊囊的当了，自保。哎，那你像义军，你在这个外国他们教育的这个的问题，全世界都有什么有启发性的做法？最普遍的一个大的问题，大家现在都认为小孩子的心灵很娇惯，就是很脆弱，都有。就是你看那个美国研究社会，他们不是最近有本书叫《钢铁是怎么没炼成的》，就说这孩子特别娇惯嘛。然后其中，那你看我刚才讲到像这个新西兰这种，他是玩得很好啊，小的时候也玩得很好啊，就人格也荷尔蒙都放出去，可是他一上班。那雇主都特别头大，说今天加了个班，明天就能说我感觉不大舒服，我都不用病历证明啊，感觉不舒服就可以不来。那如果我叫你来，那我就是在欺压你了，就很脆弱。你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原因很多，但有人总结就是有3条，他说这个观念性的问题。第一条呢，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是。不能伤害我的东西使我变得更强大，就是说我要经历，我要经历苦难，我就会更强大。现在孩子是不要去碰那些伤害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吃苦呢？我为什么要去，对吧？去挣扎这个东西呢？我要追求一种不痛的东西啊。第2条呢，叫相信你的感觉。就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以前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就是或者您说的，不管是家里的规矩、社会的规矩，各种我们听的是那个东西，现在不行。那小孩现在是我有这感觉，我觉得这就是相信我的感觉。第3条最糟糕，他们说为什么孩子有时候结群去有一种他的观点的表示，甚至是暴力或者什么，他叫让他们知道说，生活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告诉你这世界就是2个阵营，你要么站这头，要么站那头。你看第1条就是一个减防效应了，我不要去碰我不知道的东西。第2，相信我自己。第3，那我这生活是斗争啊，我这些人不好，我就是跟他是反对面。新西兰这样，不是他们说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说孩子他们是被这种观念给耽误了。但我觉得这是其中一种，但是你可以看到普遍大家都在分析为什么现在这一代的人。心灵有点脆弱，不太接受不同意见，不太愿意去承受苦难，然后还特别愿意去反对跟他不一样的东西。你看，有时候一个社会它的发言权往往是一些少数人做出来的，就是说决定大多数人的往往是少数人。所以我觉得在教育领域，在什么领域它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研究法治的过程当中，就西方就讲人性是恶的，我们是讲人性是善的。你会觉得人性是恶的那个管理是有效的，为什么？他讲法治啊，我们讲觉悟，
结果你靠觉悟呢，你发现觉悟的没几个，对吧？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是人性就是善的呢？因为我们的理论的这个最开始的创始者孔子，他是老师，老师的眼光，所有人都是可爱的，所有人都是可教的，孺子可教也。但你换一个角度，让你去管一批人，这批人你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他就觉得那只能人性是恶的。我把最底线的给立在这儿，所以我认为搞教育也是这样，有很多搞教育的人，他就在想怎么教好你，他并不研究人性。但是研究人性的人又知道了，这人性太坏了，所以，那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在网上，我并不是搞家庭教育的。人家有人就说了，你研究犯罪心理的，你凭什么来谈怎么教育孩子？从恶的角度，对吧？我说你错，我正是因为把人最坏的那块都看到了，我才会知道怎么不让人坏。你根本不知道人坏是什么样子的，你带的人是肯定是很糟糕的。因此我有时候为什么同意马爷的意见，就是说，你有些不要以为那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其实爱有两种，一种是我面上。哎，就是鼓励啊，就是你好啊，你怎么好，哎，你一定能成功啊，就这个，就刚刚讲，怎么舒服你怎么来啊，是生活当中不可能是让你特舒服的。然后有人说了，你不要跟我讲吃苦，对啊，你可以不吃苦，问题是你到那时候你不吃苦，你比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睡什么就睡，你可能长寿都解决不了。为什么？你可能会就是身材会出问题。所以人呢，有时候我讲的这个教育这东西，一定是要阴阳都有，有爱还得有威。你不能就我讲恩威并施，有人都说了，你这是威权主义。我心想你给我解释什么叫威权，对吧？他没有恩威并施是一个特别简易实行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教育孩子，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平衡。管理企业、管理国家，什么都是一样。但是这拿捏也很难。我自己感受到，就是我觉得要说教育这事儿特别难，是因为最好的教育，我觉得是一个量身定制的，就要碰到一个好老师，就什么就太难了。你看那个春风化雨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教育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越是复杂的东西，就要抓住最简单的东西。比如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哪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而且这种重要的东西，他越早告诉他越好。而不是说我这孩子挺好，不会出这事儿，等出了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教育缺就缺这个。你比如我进学校，学校有哪些口号式的东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就刚才我说了，欺负别人不算你有本事，对吧？对，你要遇到把这句话写在每个校园的大门上。对，所以呢，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你宣传，比如甚至我体育课都让你俩格斗。你把对方摁住，谁不能反抗了，谁就算输。只要他几分钟不动，你就得离开，你不能再欺负他。就您意思说把红线画清楚。对，你说现在我们中学生、小学生有什么规则吗？有小学生守则。我有时候我家养狗，原来特有意思，我觉得动物都很有意思。我们家那狗特能跟人打架，打的它是比它高的，它都能站起来，咬的那个毛啊都是血啊什么的。只要那个狗叭一倒下，肚皮朝上，它踩住。他踩一会儿不动，他就开始一只脚下来，这只脚下来，数到10打拳击。只要这狗不叫了，他就开始退开了。我后来当时我看着他们打架，我都觉得，哎，所以有一个有经验的，有一个男的，有3人带一个狗，跟我们打起来了，2只打起来。那男的说，哎，别动别动，咱们俩都走开。我觉得这男的特有数。果然我们俩一走，他们俩不打了，马上就往回跑。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也是这样。你说俩孩子那打架吧，爸妈就吵起来了，你这还吵呢，那边俩孩子已经玩到一块儿去了。所以你不要把孩子的相互的这种东西小事儿画大了，但是呢，你要真到大事儿的原则，你要早点告诉孩子，不能做省事儿。我现在就觉得我们是什么呢？小事儿也管得很具体，对，大事儿还挡不住，最后就犯罪嘛。其实真正啊，这个人类文明啊，有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就叫立法者，是吧？你看很多是西方民族也好，东方民族也好。最早总是需要从摩西十诫开始从摩西是吧？这个轴心时代，连孔子，就是你就发现啊，没有圣人为我们确立一些基本的这个法则。几千年前，人类到今天还如毛饮血，还在森林里呢，对吧？之所以今天能组织成这么一个社会，就在于啊，确实得有这个
一些规法，这个法不是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是最表层的。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我说现在有点这个没有原则、无法无天，是我们深植于内心深处的。讲人康德讲话，对吧？叫什么？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觉得我们永远一个最大的课题是如何让这个头上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像本能一样深植在人的这个心中。这个任务到今天还很沉重啊，是吧？但是今天我觉得咱们完成的挺好，靠你们3位全给它植下了。好，谢谢。阿伦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大脑皮层里面是在脑干里的。茧房效应了。从摩西十诫开始，摩西是吧？这个轴心时代，康德讲话，被社会性人格。现在很难犯罪了吧？你现在很难，对吧？现在你不是最你现在就没有抢银行的吗？为什么？你抢银行，你出了2环啊，就把你给没有截住了。抢银行的，没有那个盗窃嘛？盗窃就是你看那个手机付款了，那个什么那个，这还说起来有10年了。那时候开始有这个监控，有一个画廊，那个老板我认得，他这么大一张油画，那时候那油画大概值个100-200万，那100-200万盗窃就是大案了。然后呢，那个人进去了，晚上进去以后配那雨衣，然后直接把那监控给关了，就是他关之前这段是有的，配这个雨衣。然后呢，监控显眼吗？那位置显眼吗？那监控显眼就是屋里的。然后他那个公安人员就把这一点儿，就把他们单位的人全叫过来，说看看这人谁，因为他进来就奔那儿，他肯定对这儿熟嘛。对，我也是说。然后那人看好几个人看说，这个人像8个月前辞职那保安。他其实都不用看这个，他这个人不拿着雨衣进来的吗？他在外头他不穿雨衣，他这么拎着雨，那条街上全是他拎着雨衣，这不都太简单吗？这破案调出来就把那人抓着了吗？对，那人他都没跑。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